朋友们，大家好啊！前面那个几秒钟呢，是我在这个酒店楼上拍的。那么我现在呢，已经在这个西班牙的北部，这个叫奥维耶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前面就是在这个上面拍的。这个酒店呢，它就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奥维耶多的火车站的广场上啊。因为火车一下来就可以住在里面，就比较方便。为什么就是来这个北部呢？因为现在就是在我们南部因为我住的那个阿尔代尔也是属于阿里坎特的省的一个小城。那么现在呢，是一个非常高温的天气，就白天你几乎是出门就非常热的然后人就晒得特别的黑，你每天必须得涂很多的那个就是防紫外线的。那么在这个马德里什么的那就更热了就湿度又很低，城市里面估计都有40度，那个湿度的话只有10几所以是非常难受的。那么像奥维耶多呢，它在西班牙的北部，它现在呢差不多还是在20度左右你看我都要穿这个外套所以呢就来度度假、避避暑当然了，喜欢阳光就喜欢一直晒在那个海边的人呢，那么他们也会去南部的就躺在我们家门口那个沙滩那儿，对吧？就从早躺到晚，然后呢在那个喝酒什么的，好吧？那我现在呢先去找个地方吃点早餐，再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城市就给我第一的印象呢，其实它的这些房子什么也挺陈旧的但是它整体来讲呢还是挺干净的。地上呢它也没有这种什么狗屎或者一些垃圾很干净。这个和就是去过很多的这个欧洲的城市呢，都还是感觉有点不一样那地上确实也很干净，比我们那儿干净得多。我们那儿这个狗什么的到处的还是会有狗屎。这个呢，就是我昨天来的时候坐的火车站。白天我能看清楚它的样子，晚上我也没有怎么仔细看我呢已经逛了一圈了，然后呢我也吃了早饭那么我整体逛下来的感觉呢，我觉得这里呢就是它的绿化比我们所在的那个什么阿里坎特还有瓦伦西亚那个区域呢要多很多它市中心基本还是挺绿的，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公园还有这种国家公园有很多。其实那个在我们那边嘛，虽然是海很漂亮但湿度我在以前的视频也说过，就湿度是很低的就皮肤非常的干燥有点那种沙漠的感觉但是在就是北部奥维耶多像这些城市基本上还是湿度比较适合的适合生活的，也不是很干燥，然后就你明显的你也觉得不用抹什么护肤品之类的这里还是很干净基本上我逛了一大圈都很少发现很脏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呢，这里也没有什么移民基本上看到的都是西班牙人，外国的游客都很少那新的移民也很少。我想这个应该跟他就是在这边的移民政策吧，或者说跟他这边执政的党派这种推行的政策应该是有关系的。不
不然应该这边也会有很多移民到来，对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对了，我想起来，就是昨天晚上我入住酒店的时候呢，我发现啊，这个酒店里面啊，它是没有热水壶的，但是我住的这个是一个 AC 嘛，是一个西班牙本土的一个酒店品牌，它也是万豪集团旗下的。那么它的定位呢是一个轻旅客的这种商务型的酒店。我在那个阿里坎特啊，我也住过这个 AC 旗下的酒店，还有瓦伦西亚我也住过。那在那个2个城市里面呢，它的酒店里面是配有热水壶的。那么在这里呢，它就没有。那么我之前呢，旅行呢也去过不少地方，啊，我发现呢就是，没有就是团队旅客的，就比如说像亚洲团队旅客，或者是对这种水壶有需求的旅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啊、韩国人啊、日本人啊，都喜欢喝茶啊，那或者说中国人比较喜欢喝热水的，那么它就会有这种配备。然后这种基本上它没有这些团队旅客的城市或者地方呢，这些酒店呢，它就不配备啊。那我想这里应该团队的这种游客是比较少的啊。我之前就是也听我西班牙的朋友呢说，他们在夏天会来这边避暑啊。那也是就是我在阿尔代尔的那个西班牙的朋友，他们一大家子啊，就夏天会来这边避暑，就整个阿斯图利亚地区的这些城市，所以我觉得呢，这里应该还是主要以西班牙为主的生活的旅游的一些地方。那么走在路上呢，我实话实说啊，其实还是有不少人会投来一个不是特别友善的这种眼神啊。当然友善的人也有，对吧？就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有不是那么友善的人啊。但是呢，确实这里我感受到比我在南部啊，那么遇到的这个就不友善的目光呢，感觉会多，因为我比较才来了1天嘛，对吧？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他们比较少看到非本地人啊，有可能是一种好奇，对吧？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我说的那样，对吧？我这个人也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啊。我觉得许多人啊，就是他有给自己增加滤镜，对吧？就他觉得他去了一个地方，或者他移民到一个地方，他就觉得自己的选择是100%正确的，就不愿意说自己的问题。那事实上呢，确实就是我在的南部的这些城市，像阿里坎特啊、瓦伦西亚，我也都去过，对吧？像马德里啊，那么我觉得那边还是比较气候太干燥了啊。那一年四季的话，基本只有在冬天会稍微好基本在夏天稍微好一点。其他的时间都是非常干燥的，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想过的，因为我想住在海边嘛，理论上应该是比较湿润的，对吧？那么天气情况呢，像我自己住在那个就阿尔代亚，就是完全靠近海的啊，那还好，就气温其实晚上的话是比较宜人舒服的，但是在白天呢就真的不行啊。像现在这种太阳射在我脸上，我虽然觉得有点热，但是我能接受啊，我也没涂什么防晒霜，但是在我那边就不行啊，就基本上这个白天你是出不了门的，就是只能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或日落的时候大家去逛。所以呢，在我们那边也很奇特，就是晚上10点钟、9点钟啊，街上全是人，大家就出来那个散步啊什么的。但是在白天是没有什么人的啊，只有一些就是北欧人啊，他们晒不到阳光的人，他就特别渴望去晒这个阳光啊。那么说实在的啊，我也没有在这边就长期的居住，对吧？但整体就我觉得呢，对我原来是在
上海的江浙的这些生活的人士呢，我认为，像这个奥维耶多啊，还有阿斯图里亚地区啊，这些北部的城市呢，在绿化上面这个城市这个整洁度上面，对吧？也没有什么非常乱七八糟的人。我觉得这个呢是，在生活的适应度上面可能会好一点的但是呢，就我看了网上的一些讨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人来网上的租房的一些讨论像在这些城市你要租到房它就更难它比在阿里坎特或者瓦伦西亚或者马德里就更难。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本地人居多的一个城市，对吧？移民本来就少，像移民这个东西呢，往往就是说是先有一批人，然后逐渐的一批人就渐渐多了。就像很多人他看我的视频，他也会问我他说哪里就是有中国人比较多的，然后有社区的，对吧？就像人更多的住在那里，其实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像在西班牙这边，你租房，你的这个首先你要有这个收入证明，对吧？这个收入证明是在西班牙本国的他们不认可就是你在国外的这个收入证明，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收入证明呢，你就很难租到房子。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在一个移民比较多的这个城市呢，你很容易找到自己国家的这些移民，是吧？那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关系或者说他们自己的房子他租给你，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他有可能就是觉得即使你没有这个工作证明也没有关系。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比较严了在北部这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严的，就你没有那就不可能。那么从国内来的大部分的人都是非盈利签证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些都是没有收入证明的，因为这些签证都是不能在这里工作的那么黄金那个居留是可以有工作的，但是你一开始来你也不可能立马就工作嘛，对吧？所以呢，如果是留学生在这些城市里面找到工作的，那么有可能呢，你是能够在这边租房，对吧？但是呢，这里的机会，我认为工作机会应该也是没有那么多，并且呢，即使你一开始你找到了一个工作就你的工作的那个收入能否达到这里的这种租房他对你的这个要求，对吧？你工作收入1000欧出头你租个房子700-800欧他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要有2-3倍的这个高于这个房租的收入，你没有，对吧？你只能有1000多欧。如果你要租个700-800的，你最起码有2000多欧的收入，对吧？所以这个呢，这也会限制的它的这个租房那这是这边租房呢大致我了解的一个情况。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昨天呢也没有逛很多地方，今天我就再逛一下，明天我就走了那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它这边的一个奥维耶多的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主教堂这边有很多游客前面的话是一个旅游团当中的那个导游在解说这边就是这个主教堂看起来还是挺震撼的就是它这种感觉，外面也没有怎么样的重新去修复它，就是原来的那样的这种面貌现在的话已经是晚上的6点半了，太阳还是挺大的这边上面有一个奥维耶多的一个公司在修理应该是旅游局之类的。我再到这个下面的广场去看一看。其实它这个城市周边还有很多地方，有一些那种可以去旅游的但是
太远了，因为我只来3天4天嘛，我也不想再就是跑很远，不然很累。这边其实它那个有一个特产，就是苹果酒啊。昨天晚上我去一个苹果酒餐厅吃饭啊，它这边就是一瓶酒有一个服务员，他就给你倒酒，然后他每一次啊，就是你要喝之前，他都会过来给你倒，就你千万不能自己倒，你自己倒的话，就是他，就是他说是没有这个这个酒啊没有经过空气啊，所以这个酒就不好喝，所以你要必须就是让他来帮你倒啊，他会举到差不多2米高的位置，然后垂直的倒下来啊。我放一张照片，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拍的啊。因为他给我倒了很多次，所以晚上我也给了他小费啊，因为我觉得实在他这个服务怎么说呢，就太讲究了，是吧？站在这个主城中心吹风的话，其实还是挺棒的这种感觉哈。那我在这里也看到很多学生啊，他们组团来旅游啊什么的。其实我对这些旅游景点或者历史遗迹什么，我也不是特别感冒的，我平时也不会很喜欢。但是这个教堂我觉得看起来确实有点意思，也比较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它这种历史吧，会留给你一种氛围啊。然后你看这个氛围，你就感觉想来看一看。这应该是有个喷泉，它没有开。你看这个上面都很多藤啊，就爬满了这个墙的主体。这应该就是那种砖块的，还有很多缝隙啊，还有很多缝隙，应该非常有历史。那墙都发黑了。上面应该是很多历史人物，很多什么过去的什么国王啊什么之类的吧，有可能。这边走过来的2个应该是神职人员。